第152章奇怪的言行。将所有的东西收好，萧炎钻出山洞。此时外面正是晌午时分，炽热的日光照射而下，将山壁熏烤得滚烫。从山洞上跃下，刚走几步，却是刚好遇见挎着花篮才要归来的小医仙。此时在他的头上竖着一条淡绿布巾，犹如一个美貌的小村姑一般。萧炎不由得有些暗自好笑，摇着头与他笑着打了声招呼。瞧着萧炎，小医仙也是冲着他甜甜一笑，目光扫了下山壁上的山洞，不过却聪明的并没有开口询问。谁都有自己的秘密，包括他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也并没有越俎代庖探寻萧炎究竟在山洞里面做什么，一切都只当恍如未见一般。而对于他的这种举止，萧炎嘴上虽然不说，不过心中无疑是颇为喜欢的。饿了吧？我来弄午餐吧。与萧炎缓缓地行至那处茅屋之外，小医仙偏过头对着萧炎俏皮地笑道，然后蹲下身来，挽起长袖，在那石灶之下升起了火，有条不紊地将煮食的一些东西全部摆放齐全。坐在一旁的石头上，萧炎望着那在忙碌之余俏鼻中轻轻哼着歌声的小医仙，不由得微微笑了笑。从厨艺上来说，她的确是一名心灵手巧的女子，当然萧炎也并不会忘记这位下得厨房的清纯美人，那双洁白如玉的双手下起毒来同样是极为的轻巧与诡异。毒师这种职业在斗气大陆上的名声并不是很好，很多人都有些畏惧于与毒师打交道，因为他们那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毒手段能够让任何一名对手乃至朋友感到寝食难安。同样的，若不是萧炎有着药老这位宗师级别的炼药师当助理护卫，他也不可能如此大胆地吃下小医仙给他的任何东西。毕竟人在外，小心谨慎尤为重要，不管如何，命始终都只有一条。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萧炎对小医仙所准备的食物等等东西全然来者不拒，所以经过半个月的相处，小医仙对待萧炎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和善，乃至越来越温柔。当然这里的温柔全然没有男女间的情感，萧炎直接也能够察觉，小医仙只是将他当作一位可以视为知己的男性朋友。在这位内心有些敏感的女子心中，她其实所需要的并不是很多，一点点信任便能够让得她俏脸上泛起美丽的笑容。可惜她的职业注定她将会很少得到这些东西。对此萧炎心中也是略微有些惭愧，若不是依靠着药老的帮忙，他其实还真不可能得到小医仙的友谊。坐在石头上，萧炎望着那为了两人的午餐忙碌的倩影，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半晌后忽然开口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听着萧炎的问题，小医仙回过头，玉手掠开额前的青丝，美眸疑惑地盯着萧炎，轻声道，怎么了？别误会，这可是你的地头，我可不敢撵你走。摆了摆手，萧炎先是调笑了一番，然后道，因为一些缘故，我或许还会在这里多待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我想如果你有神妖急事的话，可以。没关系啦，随便你待多久，我其实也并没有着急的事，只是想有时间去斗气大陆上游历一下而已。不过这也不急，我的时间并不急促。心中轻松了一口气，小医仙这才转过身来，随意地笑道，游历大陆吗？这倒是不错的主意。萧炎有些感触地点了点头，游历大陆，探险寻宝，同样也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你也有兴趣吗？那我们可以一起啊。添了点木柴在火堆中，小医仙笑盈盈地道，哼，我还有一些事情等着我去完成，所以短时间内是没有那个闲情与时间了。萧炎摇了摇头，笑道，那可真是遗憾，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你这么对胃口的朋友。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小医仙无奈地道，出去游历，以朋友的身份劝一声，尽量隐藏一下你毒师的身份，不然你的旅途会很独孤。沉默了一下，萧炎忽然认真地道，娇躯微微一僵，小医仙将花篮中的几朵无毒的蘑菇丢进小锅之中，然后盯着冒着水泡的锅内轻叹了一口气。他也清楚自己的职业会惹得很多人的厌恶。其实你也还不算是一名毒师啊，你可以用医师的身份游历，至少医师容易得到一些人的尊重。望着小医仙沉默不语的模样，萧炎不由得干笑道，
我迟早都会成为一名毒师的，而且或许还会是最惹人厌的那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小医仙忽然轻声道：究竟成不成毒师，其实全看你自己啊，这东西至少不会有人逼你吧。闻言，萧炎有些不解的道：哎，你不会懂的。垂下青丝，遮住了俏脸，小医仙喃喃道：如果日后再见，我希望你还能把我当朋友就好。莫名其妙的烧了烧头，萧炎被小医仙这神神叨叨的话搞得满头雾水。呵呵，好了，轻甩了甩头，小医仙望着翻滚的小锅，忽然微笑道，伸出玉手从一旁取过小碗，然后盛了一碗蘑菇汤，小心翼翼地递向萧炎。伸手接过，萧炎嗅了口那香喷喷的香味，不由得感觉到嘴中唾沫大肆分泌，咽了口口水，对着小医仙伸起大拇指，然后也不管汤水的高温，一口灌了进去。望着那端着蘑菇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口灌进肚的萧炎，小医仙俏脸上扬上一抹笑容，他很喜欢萧炎对他的这股信任。蹲在石头上，萧炎接连喝了好几碗蘑菇汤，这才意犹未尽地将碗递还给小医仙，拍了拍有些滚圆的肚子，笑眯眯的道：好手艺，谁娶了你，那可真是有口福了。娶我？听着萧炎这话，小医仙不禁莞尔，掩嘴笑道：你可是要知道，毒师可是斗气大陆婚配最少的职业，因为没有多少人有胆量与一个举手投足间就能释放致命毒药的妻子同床共枕的。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总觉得小医仙实在是有些太悲观了。虽然毒师的确有些让人畏惧，可以他现在的实力却还远远未到达那地步吧。那些能够让人闻其名便满脸恐惧的恨不得离其108000里的宗师级别毒师，可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的。记住哦，日后若是我们在斗气大陆相遇，你可不能讨厌我，不然我想我会很伤心。将碗锅收拾好，小医仙对着小茅屋走去，在即将进入的时候，脚步微微一顿，忽然地转过身，对着萧炎轻笑道。说完，他便是钻进了茅屋之内，留下萧炎一个人满头雾水地蹲在石头上，愣愣地望着小茅屋许久。萧炎无奈地一笑，就算他日后真的成为了一名毒师，可那又能怎样？难道光光因为这身份，自己便会讨厌他吗？坐在石头上胡思乱想了半晌，萧炎便是懒散地站起身子，来到一处山壁之下，抬头望着天空上的烈日，脚腕微微活动了一下，然后脚掌猛然踏在地面之上，随着一声清脆的能量爆炸声响，萧炎的身体犹如炮弹一般直冲上悬崖。而就在其力将截之时，脚掌再次猛踏山壁，爆响声中，萧炎的身体不断地沿着山壁直冲而上。当第5声爆炸声响之后，萧炎身体凌空一翻，双脚稳稳地落在了山谷上方的一处山顶之上。在这里，下方山谷中的小茅屋已经只有不足半个拳头大小。由于此时正是晌午，天空之上的烈日毫无顾忌地释放着炽热的阳光，裸露在外的岩石经过这般暴晒，几乎让人不敢用手触摸。萧炎的落地点刚好是一处突出的石台，在这里刚好可以享受到最炽热的日光浴。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暗叹一声修炼真是艰苦之后，一屁股坐在了滚烫的石板之上，顿时屁股上传来的炽热感便是让的萧炎一阵龇牙咧嘴。盘坐起身子，萧炎不再理会脸上不断滚落而下的汗水，双手摆出修炼的印结，然后缓缓地稳定着心神。修炼状态刚刚摆好，萧炎便是发现周围空间中的火属性能量便是开始对着体内蜂拥而来，心神熟练地将涌进来的能量经过经脉的炼化，最后灌注进入气旋之中。而当其在气旋之中旋转了一圈之后，又紧接着被灌注进了气旋中央位置的那缕紫色火焰之内。接受到这股带着许些烈日气味的火属性斗气，紫色火焰顿时翻腾了起来，待得将之吞噬之后，细小的紫色火焰竟然似乎是长大了一丁点。在心神的注视之下，紫色火焰的细微成长都被萧炎收入眼中，望着修炼效果这般不错，他心中也是有些惊喜。待得再次吸收了半晌外界的能量之后，萧炎缓缓睁开眼睛，然后从那戒中掏出盛装着紫金元的小玉瓶，手指小心翼翼地沾上了一点，放进嘴中，舌头飞快的一天，
然后伴随着唾沫被咽进了肚内。紫金元刚刚被吞进肚内，萧炎脸色便是猛地一片涨红，原本正常的肌肤也是开始泛着许些红色。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萧炎赶紧再次沉神，然后急忙运转着体内的斗气，开始化解着这股炽热而霸道的凶猛能量。山岩之上，烈日之下，少年大汗淋漓的咬牙接受着体内炽火的考验，犹如是那蚕蛹在忍受着那破茧化蝶之前的痛苦一般。痛苦过后，便是那几乎重生的蜕变，只不过蜕变的过程需要痛苦的考验来酝酿。